什么时候出现的？自己居然一点察觉都没有。最关键的是，江泉注意到这个女娃是漂浮在地面上的，而且没有半点灵力波动，这意味着她会飞。当玄整队人都僵住了，下意识的代入过往，直接笃定这是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老妖怪天山头脑。女娃小手挥了挥，见江玄还在失神，自顾自的从江玄手中拿过了瓜子，吧唧的大口咀嚼起来。女娃气鼓鼓的看向江玄，苦着脸叫好。张玄终于反应了过来，你是那条真龙幼崽。我要用力的点了点头，鸟头看向人在混乱的一种添加，就算头上大约1000丈的位置，那条金光熠熠的真龙仍在那里盘旋着。尊龙幼崽不在那儿吗？收回了目光，江泉再度看向你了。哎，爹爹真笨，笑嘻嘻地道，那是我施展的幻术啊。那些人想把我从爹爹身边抢走，都是坏人，不像玄经了，不像幻术以自己为诱饵，引一众天骄争抢厮杀。这真特们是一个刚孵化的真龙幼崽能想出来的吗？我想吃东西。女娲看向江玄，露出了委屈巴巴的神情，没有直接拒绝，而是找了个合理的借口。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也想带你吃东西，但是我现在出不去啊。将猎杀异兽的积分试炼告知对方，我积分超过所有人夺得第一了，就带你出去吃东西，好不好？那把所有异兽精血都拿到手，不就能直接出去了吗？加上你，江泉茫然。书是这么说，但这万兽秘的足足有数万头异兽，其中更不乏的玄境的存在，把他们的精血全部拿到手，那不是扯淡吗？看我的吧，女娃自信道，小手一抬进，直接把江玄举了起来。周围人都在看，周身弥散有玄妙的规则，遮蔽了所有人的视线，带着江玄悄无声息地离开，飞出了万丈峡谷。走出峡谷，入目全是匍匐在地的异兽乌云，凝结成了厚重的黑云，难言的震撼扑面而来。江玄神慈微凝，怎么聚集了这么多异兽？这些异兽万一暴动了，他纵有再多手段特么也得交代在这里。光是的玄境异兽的气息，他就感知到了不下石头。看我的吧，女娃咧嘴一笑，对吧？接着匍匐着的数万头异兽呲着牙王呕的叫了一声，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至少在江泉看来是这样。震撼人心的一幕出现了，在兽魁梧的身躯中浮出了一滴滴璀璨的精血，缓缓地飞至女娃身前，汇聚成一堵血泊。女娃小手托着血泊送到江泉面前，爹爹你答应我呢，出去后带我吃好吃的，我就把异兽精血给你。江轩神色复杂地点了点头，你想吃啥都请敞开了吃。在这次竞争惨烈的祖地试炼中，张玄本以为凭借自己最弱的入神境占不到便宜，知道自己意外收服的真龙又在近这半年，谁家幼崽能一声唠叨号令万兽主动贡献精血？在江泉接过由数万头异兽精血组成的血泊时，荒土苍穹上悬挂着的积分榜投影随之发生了变化，原本孤单单的数字一跃变成了1270011，艾明也随之从垫底的地方一路飞速爬升，一巴掌甩飞第2名100分的江乾坤，江玄瞬间登临榜首，积分榜剧烈颤抖，好似陷入了剧烈的挣扎一般。片刻后，砰的一声，积分榜炸了。五祖神情微震，有些茫然地看向山祖，我记得山祖你炼制的这个积分榜已经生出了气力，某种程度上已经堪比到气了吧？怎么炸了？山祖也一脸茫然，气灵巨人自行崩溃的这种情况，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若是江玄在此，或许一下子就能理解了。说白了，积分榜气势把自己 CPU 给该烧了。山祖想了想，无奈一笑，试炼提前结束吧。拳击一挥手，拂去大江的滔滔江水，让荒土完全暴露了出来。平淡的宣布到试炼结束，积分榜第一者江玄。山祖的声音落入荒土，传入所有人耳中。与此同时的万丈峡谷谷底，正在拼命厮杀的天骄们硬生生的僵在了原地，一脸懵逼。不是说好10天时间试炼吗？这才不到2个时辰吧？江玄怎么就积分榜第一了？当然，他们其实也不是太过在意，只要将真龙幼崽抢到手，他们依旧是收获最大的那一个。于是虎夷中天骄更加疯狂了，纷纷爆发出全部底牌，冲向了头顶那道金光熠熠的真龙幼崽。将乾坤周身阴阳二气疯狂转动，灌入山河扇中，向众人镇压而去。太乙人当先第一个冲到了真龙幼崽面前，看着龙威浩荡的真龙，将乾坤露出了激动的笑容。收服这头真龙幼崽，他成为阴阳圣地圣子，正道成神，也只是时间问题。他刚伸手探向了真龙幼崽，璀璨的金光如幻灭泡影一般消散，真龙幼崽不见了，将乾坤停滞在半空中，懵逼了。真龙幼崽是假的，所有天骄此时也全都懵逼了，沉默了片刻，忽而回味了过来，这真龙幼崽怕不是江泉搞出来戏耍他们的吧？江乾坤也想到了这一点，脸色逐渐阴沉了下来，咬牙切齿地蹦出了一句话：我不杀你是不为人。另一边的万丈峡谷开外，江玄也听到了山祖的声音，有些意外地眨了眨眼，试炼还真结束了。爹爹你答应我的，出去之后带我吃好吃的。女娃直勾勾地盯着江玄，江泉欣然点头笑道，放心，想吃什么吃什么，许你愿意。旋即顺着山祖的接引，江玄搀着女娃小手走出了荒土。江乾坤等一众天骄已然先一步出来了，随着江玄的出现，他们的目光也落了过来，怨恨、阴戾、冰冷等等情绪不翼而走，若不是山祖在，恐怕这些天下天骄现在已经直接动手将江玄碎尸万段了。至于江玄身旁的小女孩子全然无视了，一是全都被江玄吸引了仇恨无心顾及女王，二是看不透小女娃真龙的虚实，或者说女娃周身有隐晦的规则遮蔽。山祖和古祖看着这一幕，心中也惊叹不已，这小子还真成功的在中天骄的觊觎下将真龙幼崽收服并带了出来，关键是还很巧妙的隐藏了下来。玄机山祖扫视过众天骄，语气平淡的宣布试炼成绩。由于江玄在接过血泊细节卡位，积分榜的第6到10名基本都是江玄这一脉的族人，第5名的江北达到70分，积分榜第2江乾坤100分，没有什么意外，积分榜的前4基本都是江家的4尊。拳击三祖继续宣布道，积分榜第1江选，积分127011分。这个分数一出来，顿时掀起了惊涛骇浪，所有人全都震惊了，这李马确定不是在开玩笑。第2的江乾坤才100分好不好？江玄明明才入神境，
怎么可能甩化临近巅峰的江乾坤1万多倍？江乾坤的脸更黑了，压抑着心里汹涌的怒火和杀机。这家伙究竟怎么做的比？这时，山祖则一挥手，7分前使者进入神木。恢宏的神木轻轻的颤抖，其上纹路错综复杂，仿若蕴藏的某种大道之旅。江乾坤等人冷冷的瞥了眼江玄，一步踏出，通过门户进入神木。爹爹，我们快进去吧，里面有好吃的好多好多。女娃拽了拽江玄，大眼睛死死地盯着神木的门，口水都要流下来了。过迪玛，神木乃是将加历代先祖沉睡的地方，里面除了那些几近腐朽的老祖，还能有啥？张玄眼皮一挑，心里顿时发毛了起来。果然是披着真龙幼崽皮的老怪物，想吞噬先祖，恢复自身是吧？有我在想都别想。江玄唤出了掌控真龙幼崽的禁制神通，你也在手里，对着女娃严肃的记录之后，无论你要吃什么，都必须先经过我同意，知道吗？女娃看着江玄手中的禁止，有些害怕，撅嘴不开心地道知道。江玄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搀着女娃向门户走去。众人一步跨入门户，时重感袭来，一片刻的头晕目眩后，眼中的画面悄然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个荒芜的小天地，沉重的破败气息弥散，仿若一个世界的寂寞。唯有一座座由金石铸就的棺材竖立在天地的中央，从古老无上的威势扑面而来，犹若一尊尊远古神魔，为了守护江家这些先祖，放弃了继续追逐大道，放弃了自身的辉煌，选择了将自己的肉身藏在这里，沉睡在无尽的黑暗中。当江家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从沉睡中苏醒，复苏自己那早已腐朽的肉身，奉献出他们的灵力。山祖和古祖的魂石虚影浮现在众人身前，淡淡的，应该会无悔引渡而到神魂，从此地的精神空间呼应，那里存在着历代先祖留下的灵魂烙印和大道传承，能否有所收获全瓶儿等自身机缘。是，众人恭敬一礼。山祖微微颔首，苍老的目光在众人身上一扫过，最后落在了江泉身上。此行一共10位天骄，或许他能得到更古老的先祖的青睐。勤守心神，开始吧。古祖沉声道了一句，同时一指引天，小天地暗淡了下来。朦胧晦涩的规则在大道下依稀有道光影闪烁。江玄等人盘膝而坐，谨守心神，尝试着触及这道光辉。但主香后积分榜第7名的江无恒血脉自行击倒，自妖冶的血色中闪烁起玄妙的规则，同乳白色的光辉遥相呼应。一声清脆的剑鸣声响起，自如白色光辉中，一道稀薄的人影走出来。神隐双手抱着一柄长剑，看着江无恒颇为认可地点的点头，淡淡道：吾有一事道急。自深邃的苍穹尽头垂下了一道汝剑诀，赠予汝望汝好胜苍梧。多谢先祖赐法。江无恒恭敬一礼而后，开始接受道级传承。在谷主看来，以4尊的资质获得圣级传承应该不难，但圣级之上，恐怕只有这位收服真龙6载的江玄有点希望。此刻坐在江玄身旁的女娃正盯着江无恒的剑道传唱，两眼放光，流着口水。我想吃那个鬼精鬼精的女娃是在心里说的这句话，通过两人之间的特殊联系传递到了江玄的心神中。江玄正在以魂石感应着精神空间。这女娃的话整得一愣，回味过来后脸色一黑，严肃喝道：那都不能吃。此时的江玄正以魂石为体的方式逆行而上，这是精神空间，里面存在着一位位人影，也就是一位位先祖的灵魂烙印。但不知道为什么，每当江玄路过一个人影，该人影就会后退3步，躬身一礼，然后果断隐去，仿若在躲着他一把。拜托，小爷血脉浓度95，未入华灵，已经参悟了3种大脑，还身负不灭雷体，这天赋这潜力，放眼整个玄天界，你们都找不到第2个好吧？你们居然还看不上小爷！江玄脸色很黑，心里很不爽。他确实不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他的资质太强了。精神空间中，江玄一直得不到先祖的灵魂烙印回忆，只能黑着脸继续向前走，100丈、500丈，直到5000丈。眼见着整个精神空间都走了2/3了，却依旧没有先祖回应他。江玄麻了心，很累，可糟心的还不止于此。女娃的声音时不时的传入心神中，询问他这个他能不能吃，那个他能不能吃，直到女娃指着江北获得的准圣及剑道传场，问他能不能吃。不得不承认，江玄动摇亡。若是让江北失去了传承，那他将领先江北一大截。可就在江玄准备点头准许女娃吃的时候，他又犹豫了。虽然存在极强的竞争，但说到底，他们都是江家人，流淌着相同的血脉，违背本心念头不通达是必会影响到心，所以江玄全都言辞拒绝了。不纯纯的损人不利己嘛。江玄沉吟1、2，最终还是放弃了，警告女娲不许吃。紧接着，江峰获得了准圣级炼体功法，汪明浩获得了圣级杀伐大术，江玄也一一如此阻止了女娲。女娲看着一个个美味都馋哭了，害怕于江玄手中的禁止，女娲只能咬着牙强忍了下来。直到降乾坤，他此刻周身血脉激荡，阴阳2气流转，纹饰于精神空间中激昂向上，大步向前，足足走了半个时辰，来到了3000丈的位置。沉重的威压如巍峨神乐一般镇压而来，向乾坤的魂石剧烈颤抖，他已经达到了极限，再向前魂石必然崩溃。3000丈也足够了。江乾坤吐了一口浊气，自信的呢喃道：江明浩他们的资质最多也就走到2500丈。至于江玄，江乾坤冷笑了一声，估计连击胜1000丈都费劲，少族长之位肯定是我。却是一道身着道袍的先祖人影走出，周身弥散着一股淡淡的圣威。随影淡淡的看着江乾坤，颇为满意地点了点头，身负阴阳之气，可成无知圣属，无名无姓。江峰曾自创一道圣术，太极宫图，今日传授于你，你可愿意？江乾坤也进一道，顿时激动万分。江峰老祖，祖籍中那位名震于上古末期，以一手太极功屠戮杀3000真神的江峰老祖。据说这位老祖当年已经看破大道之秘，踏足真神之上，走出了玄天界。没想到他居然也在精神空间中留下了传承。没有半点犹豫，江乾坤连忙拱手拜礼，江家后代江乾坤，多谢老祖赐法。江宗颔首，一指点出阴阳2气，化为太极鱼飞出精神空间，向江乾坤飞去。这是太极宫图，古祖一怔，哑然不已。
江峰先祖的圣术传承在整个玄天界各大道统的圣迹传承中也名列前茅。在两位先祖惊叹的时候，有阿丁这江乾坤的传承已经双眼通红，口水流了一地了。好吃的必经之路，前面的那些全部加起来还有好吃的东西。爹爹，我要吃它！女娃的声音在江泉心神中响起，他已经隐约的明白，爹爹并不想让他吃这些东西，但这一次他真的很饿很饿。出乎意料的是，江泉这一次给了他果断而又干脆的恢复。放心大胆的吃。不是一瞬间，女娃已经出手了，一道道几近透明的规则仿若一只无形的大手，死死地攥住了大道传承演化的太极鱼。太极鱼一阵无用的挣扎后，突兀的消失了。向乾坤双目陡然睁开，一脸的不可置信。他的传承呢？这可是江峰老祖的圣迹传承，他只要将其参悟实力，最少也可以拔升5成。江乾坤无法接受，迅速起身，发了疯一样冲到山祖和古祖面前，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找大人哭诉：“先祖，我大道传承不见了。”山祖和古祖互视了一眼，眸底都泛过一丝复杂和无奈。天龙幼崽掠夺了江乾坤的大脑传承，其神通极为惊人，动作也极为隐秘，但是他们能怎么办？没看真龙幼崽正抱着太极鱼大口的吃着了吗？再者说，那可是2代祖留给他江家的护族神兽，江乾坤只是江家这一代的4尊之一，其天赋连妖孽算不上。孰轻孰重，山祖和古祖的心里再清楚。不过山祖思忖了片刻，缓缓开口的：“按照祖地规矩，每位进入神部的天骄都只有1次呼应精神空间，但你这种情况确实比较特殊，无边魄力再次引渡你进入精神空间获取传承。”但乾坤闻言并没有太过激动，相反心里还很憋屈。刚才他获得的太极宫图传承，在圣级传承中也是极为强大的存在，3件的是极为契合，他修炼起来定然事半功倍。女娃吞噬着太极鱼，汲取着其中的大道能量，补充着自身。他被2代祖封浸在青铜重鼎中，以万寿秘的炼化改造，严重损耗了他自身的先天之气，所以他现在急需大量的大道能量，一步步解封自己的血脉，以至于现在他很饿。但众相后，精神空间内的江玄已经来到12000丈，道身着白袍的苍老人影出现在了江泉的视线之内。变壮江泉心中暗松了一口气，终于有先祖不躲着小爷了。江家弟子江玄拜见先祖。江玄拱手一泪，从老人影注视着江玄，没有言语，但是自顾自地摇了摇头，露出了懊恼之意。吴江征，号山祖，天外圣贤，受到一世山海秘术记录于此，欲传承江家后代子孙。山祖的灵魂烙印复杂道。张玄哑然看向山祖，怪不得他引领有种熟悉之感，原来对方竟然是山祖的灵魂烙印。江泉不禁陷入了沉思。山祖作为江家上古之后第一人，其境界应该不及上古之前的那些老祖，但他的大道传承却出现在了这12000丈的位置，这意味着山祖的传承恐怕已经达到了圣迹的巅峰。旋即江玄不再迟疑，恭圣一礼诚恳报，恳请山祖降下传承。山祖复杂的摇了摇头，叹息道：“汝血脉浓度返祖达到了95，既然比肩2代族，无知传承虽然不差，但若传于你，只会平白耽误了你的天赋。”说完，山祖的灵魂烙印一甩，衣袖黯然的隐去，江湖无双的美景。张玄愕然抬头看着山祖影，去一阵失神，懂了，全懂了。可这前面那些先祖不是看不上他，而是自觉自己的传承配不上他，而无言出现。张玄嘴角抽了抽，顿时有种不争气的感觉。你们觉得配不上，好歹说一声嘛。幸好小爷没有妄自菲薄，轻易放弃，不然小爷这么一个天才，岂不是被你们耽误了？这时，女娲的声音又响起了：“爹爹，那个能吃吗？”通过心神联系，江玄获悉了女娲想吃的东西，江乾坤的大道传承。这坏逼怎么又获了一个传承？江玄有些不理解，而且好像还是圣级传承。江玄没有一点心理负担，直截了当的回应道。江乾坤再一次睁开了双眸，泛着血丝的眼睛里充斥着惊愕和愤怒，他竟然不知所措。千辛万苦获得的大道传承又消失了，他拼了命的又走到了2300丈的位置，得了一位行刺杀之道的老祖青睐，降下了他的传承。那是一道特殊的圣级传承，非攻防非防御，而是极为诡谲的隐秘秘术。若是能修炼至巅峰，纵是真神之上的存在也无法看透虚。为此，江乾坤欣喜若狂，却不曾想他当要接受传承，就再一次消失了，和之前的状况一模一样。当乾坤已经疯了，扑通他跪在山祖面前，脸上带着幽怨委屈，哭诉道：“本求山祖给予弟子再次呼应精神空间的机会。”他很清楚，大道传承突兀的消失了，肯定是找不回来了。与其浪费时间追究，远不如恳求山祖让他再来一次。整个江家历史上都不曾出现过这一幕，哪怕在差劲的天骄，起码也能获得道技传承。他不想成为那个特例，被永远的定在江家的耻辱柱上。狐族有些心疼的看了眼江乾坤，然后看向山祖，好似要说些什么。山祖却隐晦的摇了摇头，阻止了对方，然后看着江乾坤，叹了一口气，无奈的命令山祖：“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是最后一次。多谢山祖，弟子感激不尽。”江乾坤重重的叩首，然后再次调动魂石进入精神世界。狐祖看了眼又在大快朵颐的真龙幼崽，眉头紧皱，这明显是江玄在暗中使坏。山祖为何视而不见，任其胡闹？山祖露出了一抹笑容，吾的灵魂烙印见到了江玄。五祖神情一致，山祖的大道传承他是清楚的，极为恐怖，堪比圣迹巅峰，也尽可能。也正因传承十分强大，山祖的灵魂烙印才能处于12000丈的位置。江泉居然走到了12000丈，古祖顿时瞳孔一缩，满面惊喜，血脉浓度95。山祖笑着汗水，略带唏嘘地道：“这小子太能藏了。”古祖闻言心中满怀期待，江玄若真获得了始祖的传承，他的天赋潜力，来日成就无敌之名，光明真神之上，走出玄天只是时间问题。甚至就算是那在遥远的远古时期就已经失落的不朽地位，江玄也不是没有机会去一探究竟。第25章，送财童子江乾坤。第一次，他再次进入精神世界，压力倍增，每进一步都无比强。
再加上之前已经耗费了大量心神，他逆行寻找传承自然是艰难无比。纵是这样，他也拼了命的走到了2300章的位置，获得了一位行刺杀之道的老祖青睐，降下了他的传承。那是一道特殊的圣级传承，非功法，非防御，而是极为诡谲的隐秘秘术。据那位老祖亲口所言，此式秘术得自于一方神魔遗址，疑似神魔的传承。若是能修炼至颠簸，天风纵是真神之上的存在，也无法看透虚实。这道秘术自然比不上太极宫图，但胜在其诡谲的隐秘特性，效用已然超越了绝大多数圣级传承。对此，江乾坤欣喜若狂，却不曾想他刚要接受传承，传承就再一次消失了，和之前的状态一样，一模一样。江乾坤现在要疯了，不，已经疯了。普通，江乾坤跪在山祖面前，脸上带着幽怨、委屈，还有快要不住的暴躁，哭诉道：“恳求山祖寄予弟子再次精神空间的机会。”他毕竟已经有了一次经验，所以很清楚，大道传承突兀的消失了，肯定是找不回来了。与其浪费时间追究，远不如恳求山洞，让他再来一次。毕竟进入神墓的时间是有限制的，他总不能赶过来，真的空手而归吧？在整个江家历史上都不曾出现过这一幕，哪怕在差劲的天骄，起码也能获得到极传承。他不想成为那个特例，被永远的盯住。在江家的耻辱桌上，谷祖有些心疼的看了眼江乾坤，然后看向山祖，好似要说些什么。山祖却隐晦的摇了摇头，阻止了对方，然后看着江乾坤，叹了一口气，无奈道：“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是最后一次。一切山祖，弟子感激不尽。”江乾坤重重的叩首，然后再次调动魂石进入精神世界。谷祖看了眼又在大快朵颐的真龙幼崽，眉头紧皱，面露愠怒。陈生质问道：“这明显是江玄在暗中使坏，山祖为何视而不见，任其胡闹？”淡淡的瞥了一眼谷祖，山祖露出了一抹笑容，平静的语气下有着难以抑制的笑容。无意志的激动，无的灵魂烙印，见到了江玄。谷祖神情一致，山祖的大道传承他是清楚的，极为恐怖，堪比圣级巅峰。声音传承十分强大，山祖的灵魂烙印才能超越不少老祖，处于12000丈的位置。江玄居然走到了12000丈，谷祖顿时瞳孔一缩，满面惊喜，血脉浓度95。山祖笑着颔首，略带唏嘘地道：“这小子太能藏了，血脉浓度95，收复了真龙幼崽，又得到了你的宠爱。”谷祖越说越激动，整个人都颤抖了起来，极为兴奋地道：“他未来定然可以横推玄天，踏足真神之路。”山祖脸色一暗，轻叹道：“血脉浓度95，天资比肩2代祖，我这点传承如何配得上？更何况我这点境界，哪来的资格做他师尊？”闻言，谷祖一愣，哑然地看向山祖：“你没降下传承？”山祖摇了摇头：“没有，无的灵魂烙印让他进一步向前，追寻更强大的传承去了。”苍老的眸子微抬，山祖望向了精神空间，目光顺着乳白色的光辉一路向上，慕寒希冀的道：“以这小子的天赋，未必没有机会一探未遇。”尽头的始祖传承，谷祖闻言心中一动，也随之投去目光，心中满怀期待。江玄若真获得了，以他的天赋潜力，来日成就无敌之名，登临真神之上，走出玄天，只是时间问题，更有一定的机会证到长生，成就圣名，成为长生9世的圣人。就算是那在遥远的远古时期就已经失落的不朽地位，江玄也不是没有机会去一探究竟。而此时此刻，精神空间中演算天术、遮掩命术，修炼至巅峰，一夜遮天，天眼秘术。江玄消化了一下新得到的传承，不禁露出了愕然的神情。这是一道十分诡谲、神秘且强大的隐匿传承，威力固然不如绝大多数圣级传承，但其效用却极为强大，某种程度上说远超大多圣级传承。但是现在的他太需要这道传承了，哪怕只是修炼之初就能隐藏自身修为不高于自身2个大师，无法看透，更能隐秘血脉。就算是真神强者，不以魂石探入他体内，都无法看破他的血脉浓度。这简直是瞌睡了送枕头啊！江乾坤不会是我的送财童子吧？江玄玩味一笑，收获随之抛诸脑后。江玄继续向前，这些传承没有相对应的大道能量引导，参悟并入门没有那么容易，只能等他试炼结束后，在闭关前下心来慢慢参悟。这一路上，他看到了数十道老祖的人影，皆是强大的圣级传承，纵是圣级之上的传承，也出现了一些。这些老祖同山祖灵魂烙印一般，惊叹于江玄的血脉浓度，虽有授予传承之心，但更有自知之明，自认为自己的传承纯属在浪费江玄的血脉，只能带着深深遗憾隐去，劝告江玄继续向前。很快，半个时辰过去了，江玄已经来到了18000丈的位置，精神空间的尽头也已经在他的身边，已经出现在了视线之中。那里或许存在着始祖的传承。而就在这时，一道魁梧的身影漫步走出，气势霸道绝伦，令人心颤。明明只是一道灵魂烙印，仅仅只是站在那里，就给人一种执手撑天、掌灭星辰的无上之威，仿若就算是一片无垠的星河，也要匍匐在他的脚下，将天空的灵魂烙印在脚下。后代弟子如可愿接手无知传承。第26章又是坑货机缘。第一个，他不能错过，他不想再等500万年了。况且，就算他能等，以江家如今的境况，还能不能再延续500万年，都是两说。